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同样是代言，别人催销量，诚意却在拦着粉丝花钱。同样是官宣代言，有的艺人会把重点放在如何最大程度提升销量上，而诚意却似乎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。他更在意的从来不是粉丝买了多少，而是大家有没有在理性范围内消费，有没有因为一时情绪做出不必要的支出。每一次有新商务上线，他几乎都会反复提醒粉丝按需购买。这样的表达，在如今的粉圈语境里显得格外特别，因为大多数时候，大家更习惯听到的是多多支持，一起冲销量，甚至会用各种方式去放大紧迫感和参与感。但在诚意这里，这种节奏被刻意放缓了。他不急于推动消费，反而更像是在不断提醒大家，不要因为喜欢就忽略了自己的实际需求。这种态度并不只是停留在表面，而是贯穿在许多具体细节中。比如在直播间常见的一些引导话术，用某某老婆、某某女朋友这样的称呼去制造情绪共鸣，刺激下单，在他这里是被明确禁止的。他希望避免这种带有诱导性质的表达，因为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情绪代入，从而做出冲动消费的决定。再比如一些可以定制刻字的商品，他也会提前提出限制，明确不允许使用带有明显情感绑定的字样。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，但背后其实是在尽量切断情绪驱动消费的路径。他更倾向于让消费回归到产品本身，而不是依赖情绪或身份标签去推动。粉丝们平时常调侃他网速慢，但在这些问题上，他的反应却一点也不慢。只要发现有直播间话术越界，或者规则存在可能引导过度消费的倾向，相关沟通往往会很快展开，并且尽量在第一时间进行调整。这种对边界的敏感，让很多原本可能被忽略的小问题及时被纠正。最能体现这种理念差异的是关于亲签福利的设置。如今在很多代言活动中，把抽签名与消费挂钩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操作，甚至会通过提高消费门槛来进一步刺激销量。但诚意的选择却恰恰相反。在一次相关活动中，最初的规则是需要产生订单才能参与抽取亲签。这样的设置本身并不罕见，但问题在于，它很容易让粉丝为了可能得到的福利，去购买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产品。当他了解到这一点后，主动与品牌方沟通，希望取消这一门槛。最终，规则被调整为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参与抽取，无需任何消费条件。这样的改变看似简单，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冲动消费的可能，也让参与这件事回归到更纯粹的状态。从结果来看，这种做法或许不会带来最直接的销量爆发，但它传递出的态度却非常明确：消费应该是自愿且理性的，而不是被情绪推动、被规则引导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粉丝会半开玩笑地说，希望他离粉丝生活远一点，不要总是管大家花钱。但这种抱怨背后，其实是一种被在意、被保护的感受。他更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替大家守住一条界限，既希望大家支持自己，也希望大家不要因此透支生活。在如今强调效率和转化的环境里，这种选择显得有些慢，甚至有些反常。但也正是这种不急不躁，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了一点松弛感。喜欢可以是长久的，而不必建立在一次次冲动消费之上。或许这正是诚意所坚持的一种方式，让支持回归理性，让情感保有分寸，也让每一个做出选择的人都能更从容一些。